海玲说过的，只要郑一帆兄弟3个以后夹着尾巴做人，或者远离江城市中心，不再来招惹海玲，不再想着夺取凤氏的一切，他不会闲得去动他们。凤晴不相信他的哥哥们会什么都不做呀，不送他们进去，他们会想尽办法，拼命阻止海玲接管凤家的一切，到最后真的是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。只是他这样做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他就是不听劝，也不肯让我参与其中。海玲在床前坐下，心疼地轻摸一下凤晴还红肿的脸。方先生用冰块帮他敷一下脸，这样消肿快一点。方瑶答道，我时不时就帮冰块帮他敷脸。大小姐决定的是，家主活着都改变不了。家主当初就是想将大小姐送走，不让大小姐留在江城，想着留住了大小姐，家主的那一支血脉就在，以后说不定能够东山再起，重新夺回凤家的掌家之权。可惜家主一厢情愿，大小姐自从知道家主之位来得不正后，就没有想过接管凤家的一切。大小姐只想早点结束纷争，然后离开，远离权力争斗。她从来就不是贪权逐利之辈，她只想过平静的日子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海玲叹口气，她看似无情，实则上很讲情义。这一次，凤晴和她3个哥哥，大概就真的手足情断了。她不会再为哥哥们费心考虑及安排，虽然知道哥哥们恨死了她，当哥哥们真的对她实施杀手时，任谁都会彻底寒心，无法再原谅，无法再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那些人呢？海玲问道。方瑶低声答道，大少爷又手中了一枪，不会有生命危险。2少爷和3少爷当场被警方带走，还有原先2小姐的2个亲哥哥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是大少爷找来的帮手，他们又找了些帮手，全都被抓，没有一个逃掉的。海玲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也不往凤晴设下这个局了，将所有会对她和海玲不利的人一网打尽。海玲在医院里守到天亮，直到凤晴退了烧，人也醒转。悠悠醒来的凤晴看到海玲时，她笑，只是脸还肿着，她一笑，脸部就会痛，痛得她直龇牙。你还笑？海玲轻斥她，知道痛了吧？海玲做事想打她，不过是高高举起手，又轻轻地落下，并没有碰到凤晴。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的好？凤晴说道，计划很成功，不是吗？他们没有一个能跑掉的，我是受了点皮肉伤，伤不致命，但让他们都落网，我觉得我是赚到了。我担心的一晚上都睡不好，睡着了一会儿就做噩梦，梦到你，我吓醒了，打电话给你，方先生说就回来了，但你被送进了急救室，吓得我赶紧往医院跑，还好没有性命之忧。凤晴说道，我说过只让自己受伤，不会死的，我可不想为了他们搭上自己的性命，但你这样也很危险。凤晴，以后可不能再用这种办法。不会有以后了，我和他们的亲情在昨天晚上彻底断了，从今以后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等他们出来，我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此生大概都不会和他们见面。清明回来给母亲上坟，他也会避免跟哥哥们见面的，有可能凤家的守墓人不会让他哥哥们去上坟，凤家族人对他们死去的老母亲怨恨着呢。海玲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又死不了，这样做我不觉得我吃亏。呸呸呸，大清早的不要说死不死的话，我们都会长命百岁的。凤晴又笑了一下，好好好，我们都长命百岁。你快别一副天塌的样子，看着你这样子，我想哭的。海玲说她别哭，我是心疼，太心疼了。你呀，怎么就不信我呢？海玲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我的3个哥哥。海玲无话可说。大小姐饿了吧？我去外面打包了1碗白粥回来。你感冒了，这几天吃的清淡点。方瑶回来了，带回来一份白粥。
他又对海玲夫妻俩说道：“海小姐，陆先生，我没有给你们打包早餐，你们自己出去吃吧。海玲还要回公司上班。”他说道：“我们自己解决，你照顾好你们大小姐就行。”他起身给方瑶让位：“凤晴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。晚上我下班了再来看你。”“去吧，我手里头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。公司的事你不用管，年后就过来。”海玲对凤氏集团的运转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又有陆东明从旁指点他，就算凤晴不在，他也能勉强镇得住公司的。海玲夫妻俩走了，凤晴让方瑶送一送，方瑶也就送小夫妻俩到电梯口。等他们进了电梯，他扭身就回到病房里。凤晴自己坐了起来，想自己吃粥。“大小姐，你别动，让我来，你右手臂有伤，左手又扎着针，输着药液，他就不能老老实实的躺着，让他照顾他吗？”凤晴笑笑：“我实在是饿得慌，想着吃粥也容易，就自己动手。”看看自己的伤臂以及扎着针的左手，凤晴自嘲地说道：“我是高看了自己。”方瑶扶他坐好，端起了那碗白粥，坐下来一勺一勺地喂他吃。凤晴是真的饿了，很快就吃完了一碗白粥。见方瑶从头到尾都绷着一张脸，他动了动右手，想摸方瑶的脸，一抬手扯动伤口，痛得他低哼一声，不得已放下了右手。“大小姐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你老实点。”方瑶板着脸严肃地说道。凤晴看他：“方瑶，你在生气？气得很，我想摸摸你的脸。”“让你别气了。”一抬手就扯动伤口，痛呢。方瑶绷着脸，他是生气，气凤晴不听他的劝，气他还是受伤了。哪怕伤得不重，可是他心疼呀。他伤一根手指头，对他来说都像在割他的肉，就是受了伤，他都还不老实躺着。方瑶就更生气了：“方瑶，我想摸摸你的脸。”方瑶虽说绷着脸，很生气的样子，不过他还是俯下身来，凑近他，让他轻易就能摸到他的脸。“瞧你脸硬得像大理石了，这么帅的脸硬邦邦的可不好。我不喜欢看你绷着脸的样子，我就喜欢你温润如玉。”方瑶闷声闷气地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我不是温润如玉的人。”他在基地接受的是魔鬼一般的训练，怎么可能练出温润如玉的性子来？不过是心情好时，看上去显得温和几分而已。他长得帅，神情温和时又谦谦有礼，在他大小姐的眼里就是温润如玉。话是那样说的，方瑶严肃的表情明显变得温和。“方瑶，别生气了，你看我不是好端端的，并没有少一条腿，锁一边手臂回来，头也还在，没有被他们剁碎了喂鱼。我都算准了你的速度，让他们划伤一下我的手臂，不会让他们有第二次下刀的机会，也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动手杀人，没有经验，心里也不够强大，害怕划伤我的手臂。我故意惨叫，吓得我大哥手上的菜刀都掉落在地上。”他忍不住轻弹一下他的额头。“大小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凤晴美眸闪烁：“我知道呀。说大哥他们没有杀人的经验，他也没有，他们竟然想将你剁了喂鱼。”方瑶眼神森冷，冷冷的道：“如果不是大小姐要留着他们，我都不想让他们活着出来。他有的是办法让郑一帆兄弟3个病死在监狱里，但他的大小姐并不想要3个哥哥死，是那样吓我的，真让他们动手，估计也没有那个胆吧。好了，方瑶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的计划很圆满，以后我也不会再为他们费心。等我养好伤，与海玲交接清楚，他站稳了脚跟，我们就离开。我自己的公司，我也想搬离江城，以后除了清明回来给我妈上坟，我都不想再来。”不等方瑶说话，凤晴又继续说道：“方瑶，你说我们去哪里好？我想去一个冬天不冷的地方。”
江城太冷了，昨晚我以为我会冷死。小时候他们不给我买厚衣服，我捡别人的旧衣服穿，冷死了。是我命大，熬过了20几个寒冬。小时候的冬天，养母还会逼着他帮一家人去河边洗衣服，哪怕河面结冰了，也要他去打井水上来洗衣服。冬天的水冷得刺骨，手入水刺骨的痛。他不洗衣服，养母就会挥着手里的鞭子，狠狠地抽打他，痛得他满地打滚。养母也一点都不心疼，每次就吓他拦着养母打他的都是村里的人，被村里人指责多了，就连村长妇联也上门找养父母谈话。他们对他的毒打就转为暗地里的，不再光明正大的毒打他。养母打他，2个养哥哥也打他。后来他明白了，他不管做得多好，做得再多都会被打。别人的妈妈都疼孩子，他的妈妈不爱他。小小年纪的他被逼着接受这个现实，他开始反抗。先是养哥哥打他时，他不要命的跟他们对打，他们是比他大，又是2个人，但他不要命的反抗，抓到什么都往他们身上招呼，连柴刀他都超过，追着他们跑了一条村，把他们吓得脸色苍白。就是养母要替2个哥哥出气，他也照样举着柴刀朝养母劈过去。他不要命的反抗，总算镇住了他们。之后他们不敢再毒打他，不过他还要在那个家待着，要吃他们的住他们的，少不了会被他们虐待，吃不好睡不好穿不好。换了他人生的养父，从来不阻止，也不会替他说一句话。凤晴最恨的便是养父，养父进去后，后来并死在里面。凤晴知道是亲妈派人弄死了养父，她一点也不同情，更不会可怜，只觉得死都是便宜了她。在她回到凤家后，养母和2个养哥哥不是没想过趴在她身上吸血，她不给他们那个机会。还没有回到凤家时，她已经创业成功，有了几千万的身家。不过她一直瞒着养父母一家，不让他们知道，也不想资助他们，更不要说回报了。他们害他至此，他赚到了钱，怎么可能回报他们？他又不是圣母。大小姐以后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。方瑶心疼地轻摸他的脸，随即又起身去拿来了冰块，继续帮凤晴敷脸，已经消肿很多的了。刚挨打时，他的脸就肿得厉害。经过了1个晚上，又有方瑶帮他用冰块敷脸，脸上的红肿是消了很多。大小姐不喜欢寒冷的冬天，那咱们去管城，或者是 A 市，他们那边的冬天不冷，不过夏天特别长，能热上7、8个月。凤晴说道，天气热可以开空调，天气冷，若是去了没有暖气的地方，实在是难熬。可能是小时候受的苦太多，他对冬天其实是有阴影的。以前到了冬天他都会生冻疮，直到他创业成功，成为有钱人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住的地方以及工作的地方都有暖气，出入又坐车，冷不到他才没有再生冻疮。去 A 是吧？看看风尘山庄附近还能不能建房子，我想和君家比邻而居。方瑶不解的道，为什么不是管城？他以为大小姐会选择管城的，管城有很多熟人。凤晴笑了笑，说道，君家的孙女很可爱，我不止一次听海玲提及，战家的老太太现在还带着3个儿媳妇在君家做客呢。她老人家是冲着君家的那个可爱的女儿去的。君家的家风和战家一样，好得很。我想拥有修养极好的邻居。管城也很好，但我和他们的关系太微妙，相处起来总是有几分的不自在。因为她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凤月是害死商太太亲妈的凶手，她是大义灭亲，没有跟着亲妈一条路走到黑。商太太也表示不会迁怒于她，但凤晴还是不想去管城定居，选择与君家比邻而居也不错的。好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我都陪着你。方瑶又说道，大小姐以后不管你做什么，要去哪里
都不能支开我了。这一次的事不许再做，太危险了，但凡出点意外，大小姐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他们那样的人，不值得。郑家兄弟3个对大小姐真的下得了死手，肯定不会有第2次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，不会有以后。他们也不值得我再冒险一次，这一次算是报答我妈的生恩，以及后期给我的一点母爱。凤晴说道，我和他们在昨天晚上就彻底断绝了亲情。给我爸的养老钱，你给他送去了吗？一次性给清他吧，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来往。凤晴说完后，心情变得低落。她亲情缘太薄，准备好了，过几天等大小姐的伤好一点了，我再去见一见郑先生。方瑶让凤晴好好养伤，其他事都不用想，他会帮她做好。郑华该庆幸大小姐还是念一点亲情的，否则大小姐才不管他的死活呢。郑华从来没有将凤晴当成女儿看待，可以说是一点父女之情都没有的。我想他会来的。凤晴疲倦地闭上眼睛，方瑶，我睡会儿，太累太困。在我休息期间，谁来了都不见。海玲说了晚上下班后再来看他。哦，要是乔家来人，你可以叫醒我。乔家人的面子，凤晴还是给的。方瑶帮他盖上被子，温声应着，好，你快睡吧，我看着点滴。新的一天，凤晴又要重新输液，今天输的液更多，估计能输到晚上才能结束。凤晴身体还虚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退了烧后，她这一次睡得安稳多了。与此同时的郑家老宅，郑华一夜都没有睡好，就算勉强睡着，也在做梦，梦到凤晴被儿子们杀了，尸体都被剁碎，全都扔进深海里喂鱼。又梦到凤晴血淋淋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痛苦地质问他为人父母为什么要看着儿女互相残杀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就算他真的做错了，也不该死吧？他这个当爸的明知道3个儿子要杀害唯一的女儿，他却没有阻拦，而且也没有提醒女儿一句，属于知情不报。醒来后，郑华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之后他再也没有睡着，睁眼到天明。但是一夜没有睡好，他又犯困得很。此刻他独自一人坐在餐桌前，面对着保姆阿姨做的丰盛早餐，他没有了以往的食欲，迟迟都不想动筷，老是打呵欠想睡，却知道他就算上楼去休息也是睡不着的。在还没有收到新的消息之前，他都睡不着。凤晴这个女儿，他是真的不喜欢，也恨死了凤晴。当儿子真的要杀害女儿时，郑华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的。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身上同样流着他郑华的血。阿晴，郑华低难，你要怪就怪你自己吧，是你做的太过分，你哥哥们才忍无可忍的。你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啊。等事情过去了，爸会偷偷给你烧点纸钱下去，让你和你妈在下面过上好日子，不缺钱花，还有豪宅、豪车、佣人等。你们活着时享受着什么样的日子，爸都会让你在下面同样过那样的日子。只要你不要老是跑到爸爸的梦里来，爸年纪大了，不惊吓，被你这样入梦折磨，爸会崩溃的。老爷子，你说什么？保姆阿姨边问话边走进来，郑华立即拿起了筷子，嘴上应着我和我儿子发语音信息，不是和你说话，你做你的事去。保姆哦了一声，他在餐厅门口看了看，见早餐还没有动，他问老爷子，你还没有吃完吗？是今天做的早餐不合你胃口？这都是你平时喜欢吃的广式早点。为了满足这个老家伙的食欲，他每天早早就要起来准备好食材，然后准备广式早点，蒸好，等到老爷子起来便能享用了。还好他年轻时在管城的酒楼干过几年，学会了做广式早点。都说了，我在和我儿子语音聊天，还没有吃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吃完了自会叫你进来收拾。
心神不宁的郑华心情恶劣，没有了以往对保姆的好态度。被他说了几句后，保姆阿姨不好再说什么，扭身去打扫卫生了。是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平时老爷子对他们这些阿姨还是挺好的，给的工资也高，偶尔被说2句没事。郑华夹了一只虾饺吃，然后放下筷子，拿起手机发语音信息给郑一帆，问郑一帆：“一帆怎么样了？”信息发过去了，并没有马上就收到回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收到了回复，还没有点开语音信息来听。收到儿子的回复，郑华悬着的心就先放下来了。他想，儿子还能回复信息给他，说明计划成功了，并且儿子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落入法网，他当然能松口气。你是爸爸，爸，一帆昨晚出去办事，一直没有回来，他手机都忘记带去了。回复他的却不是郑一帆，而是郑一帆新交的女朋友，2个人已经同居。他出去办事时故意不带手机的，就是防着老父亲突然打电话给他们。打电话联系凤若的哥哥时，他都是让弟弟们打电话，听到不是儿子的声音，郑华刚放下来的心揪得又悬起来。他立即打电话过去，郑一帆的女朋友接了电话：“你是谁？”“爸，我是一帆的女朋友，他说会和我结婚的，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儿媳妇，现在叫你爸也可以的。”对方还以为他不接受他这个准儿媳妇。郑华现在哪有心思说这些？他着急地问：“一帆出去一整晚都没有回来吗？他不止一台手机的，其他手机也没有带吗？怎么不带手机出门？那个大头虾，手机那么重要的东西都不带在身上。”他出门前接到一通电话，他放下手机就匆匆出门了。可能是事情太重要，太急了，他没有折回来拿手机，也1个晚上都没有回来。郑华立即挂了电话。郑一帆的女朋友被挂了电话，嘀咕着：“这是不满意我吗？”他还年轻，比郑一帆年轻了将近20岁。要不是图郑一帆有钱，舍得为他花钱，他才不想被郑一帆包养呢。郑一帆承诺过他，等他和他妹妹打完官司，夺回他母亲的遗产后，就娶她，让她当郑家的大少奶奶。至于郑一帆的前妻和前妻所生的3个孩子，郑一帆让他不用担心，他的老母亲给孩子们也留了钱的，他不给抚养费都可以。他知道郑一帆原本是凤家的大少爷，凤家主很有钱，他也知道，真没想到凤家主死了都还帮着儿子养儿女。想到郑一帆以后能分到一大笔遗产，他就跟着郑一帆了。若是真嫁给郑一帆，再生2个儿子，哄着郑一帆提前立好遗嘱，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他。郑一帆死了，他就可以带着钱远走高飞。至于孩子吗？那个时候郑一帆与前妻所生的孩子都成年了，就扔给他们照顾吧，毕竟也是他们的弟弟。郑一帆的女朋友图的就是这些，所以无视郑一帆的年纪可以当他爸了，也要跟着郑一帆，现在至少能住别墅，开豪车，每个月还有几万块钱的零花钱。郑华不知道对方的野心，他挂了电话后，又打电话给次子和小儿子，却说关机了。出事了，肯定出事了，他们不可能关机的。老大的女友说他接了电话就出门，说出门办事一整晚都没有回来，就算要将凤晴分尸，这么长时间也该分完了吧。再说了，要分尸也不用关机吧，除非是凤晴没死，然后他的3个儿子都被抓了。郑华的手都颤抖，他拼命地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别慌，可能儿子们的手机都没有电了，所以才会关机的，不可能有事的。凤晴不会拳脚功夫，身边带着的保镖也不多，儿子们做这事肯定安排的妥妥当当，带很多人帮忙的。凤晴身边最厉害的人又不在江城，儿子们的计划听起来也算完美，不会失败的。郑华放下手机，先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水，喝了一杯水后，他冷静点了，
重新回到桌子前坐下，他拿起手机，打电话给小儿媳妇。等小儿媳妇接听电话后，他问老三家的：老三呢？他手机怎么是关机的？没电了。爸，你找他呀，他昨晚都没有回来。我等到深夜也没有等到他回来就睡了。郑老三的妻子都还没有起床，他平时都要睡到10点之后才会起来。反正孩子们有保姆送去学校，不用他管。他往日不是逛街，就是讨好老公，生怕老公又出轨。昨晚老公没有回家，他都一肚子的火气了。老公公居然打电话吵醒他，也不知道他在哪个狐狸精家里过夜呢。爸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儿子，他有老婆有儿女的了，上次的事，再来一次我就真的跟他离婚了。像大哥大嫂那样，我的容忍度也是有限的。郑华说道，这男人出去偷食，那是你们做老婆的没用，你应该找找你的原因，是不是做得不好，有没有关心过你的男人，体贴他。只要老婆做得足够好，老公又怎么会出轨？郑三少奶奶气得半死，她直接就摁断了通话。老不死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就是有你这样的老色胚，生的儿子才个个都出轨，在外面养小三小四的。要不是我的孩子还小，我早就跟他提离婚了。像大嫂现在这样多好呀，分一半的财产，孩子也不用自己养，小日子过得多爽呀。婆婆留下的财产足够孩子们读书了。三少奶奶其实是对丈夫还有感情，否则第一次知道丈夫出轨后，她就真的离婚了。不会被哄一哄，娘家又劝一劝，她就跟丈夫重修于好。小儿子也是一个晚上都没有回家。郑华猜测儿子们的计划是失败的了，他就说嘛，凤晴得到凤月的亲传，哪里是好对付的？凤月会死，那是太多大佬逼迫他，还有警方，他不想坐牢才会自我了断。凤晴像极了他那个死鬼老妈，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。可能他儿子们的计划，凤晴早就知道了，故意装着不知道，引诱他的儿子们入局，然后将他的儿子一网打尽。凤晴太狠了。郑华逼着自己冷静下来，等到他平复了情绪后，郑华装着若无其事打电话给凤晴。接听电话的人是方瑶。郑华听到方瑶的声音，就确定了自己猜测的没有错。凤晴没死，他的儿子们失败了，此刻是死是活。要是凤晴反杀了他的3个儿子，他拼了老命也要杀了凤晴，要死就大家一起死。郑先生，方瑶淡淡的叫了一声。郑华是他大小姐的亲生父亲，肯定早就知道郑一帆他们的计划，但是郑华一声不吭，并没有提醒一下凤晴。在方瑶的眼里，郑华都死了，大小姐让他给郑华送养老钱过去，一次性给齐，大概是以后也不会再和父亲来往。想到这些，方瑶对郑华的态度更淡。凤晴呢？大小姐在休息，郑先生有什么事？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郑华深吸几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正常点。他说道，凤晴不上班吗？都几点了，还在睡？叫他起来，让他听电话，我没有钱了，叫他给我一点生活费。我是他爸，我老了，没有能力养活自己。他身为女儿的有责任给我养老，叫他先给我转100万过来。保姆阿姨的工资还没有发呢，我去打牌都没有钱了。郑华这样说，是想让方瑶误会他打牌输光了钱，所以才会打电话问凤晴要钱。方瑶淡冷的道，大小姐吩咐了，除了乔家人，谁来了都不见，谁的电话打过来也不要打扰她休息。那个不孝女。郑华在电话里骂开了，像平时那样骂着凤晴，骂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到，不叫醒她也可以。你有钱吧？你给我转点钱过来，我要出去打牌，没有钱不行。郑先生，我没有义务养你。方瑶才不会给郑华转钱，他也觉得郑华打这一通电话是试探，并非真的要钱。
郑华气呼呼地说道：“你不是要娶我女儿吗？以后就是我的女婿，女婿如半子，儿子就要养老子，赶紧的给我转点钱，否则我就不将女儿嫁给你。”方瑶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大小姐的婚姻大事，她自己做主。就算我和大小姐结了婚，也是大小姐当家。大小姐管钱，我身上没有钱。姓方的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你就不能振兴凤家女婿的雄风吗？你看到我的下场了吧？我就是不管钱，没有钱，从结婚后就一直被管得死死的，落得了今天这样的下场。告诉你，他们凤家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最好就不要娶凤晴，她跟她妈比，有过之无不及的。”方瑶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和大小姐的事，不用郑先生操心，郑先生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郑先生没有其他事，我就挂电话了。等凤晴醒来，叫她打电话给我。我命苦呀，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不孝女？眼里没有我这个爸。”郑华在电话骂道。方瑶维护他的大小姐，不客气地指责郑华：“郑先生没有尽过一个欠亲的责任，眼里没有大小姐这个女儿，你都不付出，想让大小姐回报你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而且家主留下来的遗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给郑先生养老的是你的3个儿子，我们大小姐想给你钱就给，不想给就不给。去他妈的遗嘱，少跟我扯遗嘱。站在法律的角度上，凤晴就有责任养我，他不给我转钱，我就去告他，告他不孝，不养老父亲，等着。”方瑶冷冷地道：“郑先生要告就去告，姓方的你别嚣张，我也不会让你娶凤晴的，就让你如姓杜的一样，一辈子只能跟在凤月身边当条狗。你们这些助理的命就是狗命，一条走狗而已。”方瑶忍不住挂了电话，对凤晴的心疼更甚。大小姐总说她亲情缘薄，她的家人对她的确无情得很，以后她会加倍的疼爱大小姐，他们生2个孩子，组成一家4口，过幸福的生活，不用再姓郑的了。方瑶挂了电话后，凤晴就醒了。她问方瑶：“刚刚是我爸打的电话吧？他在电话里说什么了？你气成这般，直接挂电话。大小姐，你醒了。”方瑶将手机放回床头柜上，人跟着在床前坐下。凤晴嗯了一声，手机响的时候，我就醒了，我不想听他的电话，装睡，由着你帮我接听。他绝对是知情者，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，可能是试探，知道他还活着，父亲就知道他儿子们的阴谋失败的了。大小姐，方瑶心疼地轻摸着凤晴的脸，心疼的道：“不用在乎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他对大小姐太不慈，是他见过最无情的父亲。方瑶是几岁大就成了孤儿，失去了所有，被基地捡去培养成全能助理。失去父母时，他太小，已经想不起来，没有印象就没有痛苦。不过他见过别人和父母相处，知道做父母的都是疼爱儿女的，不疼儿女的父母很少。大小姐倒霉遇到了。我不在乎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”凤晴问他：“我爸叫你给他转钱吗？”他不是缺钱了，他是想知道他3个儿子的情况。老头子活了一把年纪，在这件事上应该算得上清醒吧。他肯定劝过3个儿子不要做，但是他儿子不听他的，他便抱着侥幸的心理等结果。父亲肯定是知情人，知道哥哥们要对他下毒手，劝阻过没用后，父亲就不管了，没有提醒他，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，盼着他哥哥的计划成功，那样他们就能继承到一大笔的财产，养老的责任交到了哥哥们的身上。以他们父子的感情来看，哥哥们有钱了，不会亏待老父亲，比他这个亲生女儿好太多。凤晴也会尽到女儿的责任，不会让老父亲饿死。生活费他会给，但不会像哥哥们那样给太多。他严格按照老家生活水平的标准来给父亲生活费。生病的话，医药费兄妹平分，大家要出多少
他就出多少。在付不辞的情况下做到这样，他不觉得自己不孝，叫我给他转100万，说他打牌要钱。据我所知，他只是偶尔会打牌，牌瘾也不大。现在的他只对吃和享受方面大方，其他方面都很抠门。郑华自宫后无法再找女人，他有钱了就是吃，或者享受请人照顾他，当老爷子享受生活，不用管他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午他就会出现在医院里。凤晴重新闭上眼睛，又打了个呵欠。我再睡会儿，越睡越想睡。方瑶温柔地说道，睡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大小姐平时太累了，没有好好的休息过。她又伸手去摸了一下凤晴的额头，随即说道，怎么又烧起来了？到时间吃药了吗？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说道，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吃药。大小姐，你多喝点温开水。凤晴闭着眼睛也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是又开始烫手了，怪不得她睡了又想睡。这寒气入侵没那么快好的，加上她又受了伤，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。她睁开眼睛说道，行吧，你去给我倒杯温开水，我多喝点水，等吃了药我再睡。方瑶立即去给她倒来了温开水，让她喝了一杯温开水。不知道是喝水有点急还是感冒原因，她开始咳嗽。方瑶连忙轻拍着她的后背，说她大小姐别喝那么急，呛到了。我觉得可能是感冒引起的咳嗽，吹了一个晚上的冷风，差点就冷死我了。不会只让我发烧那么简单的，咳嗽最难好了。这里是江城最好的医院，有最好的医生。等下我跟医生说你咳嗽了，叫医生帮你换一下药。目前医生开的药是1天的量，因为凤晴发烧的病人通常只开1天的药量，再根据病情继续开药。